好，大家好，我是阿星。阿星现在在陕北的靖边。那在陕北啊，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文出两川，武看三边。这个文出两川哪两川呢？是宜川还有盐川。这个武看三边是哪三边呢？定边、靖边，还有一个安边。但是现在啊，安边这个区域归到了定边里头啊，现在就剩两边了。你看这个名字啊，从这个字儿就能看出来，这个边啥意思呢？就是边防重地。所以说自古这儿就是武力值满满。现在你来到这儿，这个武力值不需要这么满了，咱需要啥？需要火力值。看我身后这个雕塑上面大大的这个火焰像熊熊烈火一样。为啥呢？这是啥意思啊？就是因为这个靖边县它现在是一个能源型的城市。你看这一车一车的这油往出拉，它是天然气、石油还有煤都非常的丰富。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是靖边县的桥沟湾乡。在这个乡里头有一个美食是来到靖边一定要吃的，叫风干羊肉剁荞面。那这一排有很多都是老店。你看对面特别有感觉这个葛亮亮这个老听这陕北歌里头这个唱葛亮亮葛亮亮，这就是葛亮亮。梁上这几个树哎呦，特别有陕北的感觉。咱转过来吃这家店，看这个几十年的老店叫老婆风干羊肉剁荞面。就这个刘有珍，就这个老婆婆，来尝尝。在这儿点是吧？这是菜单，风干羊肉，118一斤，给我来1斤这个风干羊肉。这个炖羊肉是1碗是吧？再给我来1碗。优质汤、普通汤，这个优质汤、普通汤是啥？就是肉多肉少。两个味道一样的，是一个肉多一个肉少。那给我来两个人的普通汤。对。这个一个人是啥意思？就是管饱吃的。管饱吃是吧？是面可以随便加。对，那汤都可以加。那个臊子汤也可以。就往死不是往饱了吃。对。往饱了吃再拿个炸糕。好，行，我找地方坐。这儿找秋桂，这吃这个。这是个院子。如果在冬季的时候它这个院子那个棚子底下挂的全都是风干羊肉，因为天气凉比较干燥，要把这个羊肉风干。那现在夏天就没有了。这就是典型的陕北小院都是平房。你看，因为这儿很少下雨，这个房子都没有坡度，都是平的。那还有恶犬，恶犬旁边就是当地的特产，你看梅，黑莓。这狗也黑，梅也黑。干的好活，全是纯手工的在当地有句话是“婆姨利不利就看荞面剁的细不细”，是有这个话。婆姨强不强就看这个荞面剁的长不长。看这个大姐剁的是又细又长，又利又强。看这个，哇，好细啊！这个长度就是这个刀有多长？这还能多长？还能多长？还能多长？几刀都能多长。你看它这个臊子里头，就是这个羊肉丁，还有这个土豆。看这个缸特别有意思这么长这么高的一个，这就是煮这个荞面。我以为这个荞面是黑的它是发白的这种。
皮皮是黑的，它肉肉是白的。加了这个皮皮的话，它就是黑的。皮皮是黑的。是不是有的人他就愿意吃那个皮皮那个味儿，是吧？就有那个荞麦那种味儿。这个都把皮皮抹过来。皮皮去干净，其实里头是白的。把业绩这么蒙住都能剁。哦哟，老板娘要表演绝技哦，蒙眼剁面。你看这老板娘剁的更细，比刚才那个大姐剁的还要细，感觉。它都要加上头发哦。老板娘开始表演绝技了啊，都是闪开。晒料，让老板娘晒料最好。真的蒙眼睛，你就凭感觉是吧？哦。哎呦厉害！这不剁个几十年啊，肯定是没这个感觉。哎呀，感觉是老板娘一蒙这个头巾儿，这感觉气势都不一样，感觉随时都要发射飞镖。看不见了。我这儿没两层儿的，要不你试试看，蒙住看能看见不？哎呀，我怎么感觉你蒙上眼睛剁得更细了？厉害厉害！而且剁出来啊，非常的均匀。你看这边还是剁的是平的，没有斜，太牛了！我一会儿就吃这碗了啊！厉害厉害厉害！哇，棒棒棒！哇，这个刀还挺利的哦。牛牛牛牛！第一回见还能这样子。以后就没眼睛做，只做没就做啊。哦，就是我就感觉啊，比刚才好像还细。反正我想盖上2、3层皮儿，可以2、3层。这个面皮儿还能弄几层？剁几层就一次就剁2根了、3根了。厉害厉害！老板娘还要展示，就是加上几层剁，就咱就看看就可以了。一会儿加完几层了，还要踩着高跷剁。盖1层面就能剁1根，2层面就剁2根嘛。5号，儿子是9号。踩高跷翻跟头就算了，还是要让这个老板娘表演几层，准备加几层？2层、3层都可以。加个3层我看。行吧。直接上高难度，3层。再来1层。哦，这个3层的话，它就厚了，力度就不一样了。这3层还不会粘，它中间撒了面。感觉这一下效率提高了。一下就剁3根。一下就剁3个。你看咱们这里没事，咱回来，你今后不能好弄好跟着回来。这是一碗肉是吧？哦，好。哇，满满一碗肉。
这是羊排。好嘞，谢谢。这不要把羊肉吃美。炒面。好嘞。炒面。哦，这个是肉臊子。好家伙，上个菜啊，把这店里的婆姨见一个遍。看这面墙的奖状就知道这家店有多厉害了。哎呀，这奖状啊，比我小时候这个奖状都多。为啥呢？因为我小时候就没得过奖状。好，现在所有的菜都上齐了啊！我点的这些啊，可以说是这个店里的顶配啊，顶流。哎呀，这阵仗，这就是吃个面，这至于吗？是不是？那平常就是端个碗吃一碗面，这好家伙吃个面，这阵势大的我都感觉啊，这不是慈禧，不是乾隆啊，都不配吃。我跟你说，吃之前先看看这个有真周边啊，就是这个老婆婆。你看人家这个店虽然不大，但是多会营销。你看。这个纸巾盒上也都是，杯子上、纸巾盒上，还有围裙上，还有这个桌子上，你看，还有剁面的那个刀上，啊，都是这个老婆婆的头像，你看多有品牌意识。先吃肉啊，一会儿凉了。虽然这一碗卖80啊，但是来到陕北可没套路啊，纯纯的全是肉，底下可没有任何的配菜。来这块，哇。太香了，一点膻味都没有，有肥有瘦，哇，太香了！捏着这个骨头直接可以缩骨。整个陕北啊，这个羊肉其实都非常的好吃。哇，看这块，它炖的非常的烂糊。就这个贴骨头的肉是最好吃的。吃完羊肉再吃羊排，这个是风干羊排，这么一盘呢是1斤啊，118元1斤啊！大家一听，哎呀，这太贵了吧？我跟你讲，这个可是风干的，什么概念？就是3斤出1斤啊，3斤这个生的鲜羊肉，风干完以后才出1斤。来这块。你看这个肉质啊，这风干的就是不一样，感觉非常的紧巴巴的。哦，这个因为它是风干的，就有一点咱吃这种什么酱板鸭啊，或者是辣鸭啊那种辣味儿。所以这样的肉啊，就适合上手吃。为啥呢？因为它像牛肉干一样，看这个质感。像不像肉干？因为它是风干的，所以呢，这个羊肉本身的这种膻味啊就更少了，几乎没有。哇，好有筋道！香。在这里吃风干羊肉，还有这个蒜汁，这个蘸水，给它蘸一蘸。这就是提味的，蒜味，然后醋味。哇，你还别说，这人真会吃，这一蘸这个，感觉更好吃了。还解腻。这就适合一丝一丝吃。其实大部分人来这儿吃饭啊，就吃这个面条，就配这个臊子啊，就是一个人30啊，管饱了吃啊。人家就是说人均30就可以了。咱今儿点的这个菜那实在是太硬，这啊算是个2人餐吧。我跟摄像2个人啊，这人均都得100多。好家伙，你都不敢细算这个账。这要是1天3顿啊，
100多都在他家吃。好家伙，那一个月1万块钱。陕北这消费水平啊，真的没得说啊，放到全国啊都是顶流，太高了，太贵了。但是呢，你要换句话说，你要真的1天3顿1个月都在他家吃啊，你到时候看病啊都不止1万块钱。这羊肉这顿顿还不把你烧死啊！开玩笑，开玩笑啊！咱大老远来到这儿是吧？也就是过一顿瘾啊，吃这个羊肉，再来一块肉，蘸这个醋。哎呀，绝！来这儿吃啊，一定要蘸这个醋。吃这个面呢，光这个配菜都非常的丰富，这里头大有学问，因为呢全是陕北当地的特产啊。比如说这个，咱们通常啊就是叫羊姜啊，当地啊是腌了作为泡菜来吃，是解腻的。那当地把它叫啥呢？叫羊蛮筋儿啊，羊蛮筋儿啊，咱不知道哪个蛮哪个筋儿，反正就是羊蛮筋儿啊，也有叫羊滴溜，其实就是羊姜。这个羊姜啊，学名是叫菊芋，然后这个也是特色啊。这个它是一个醋，就这一盆啊，它是一个醋。这底下这个醋水呢，就是腌这个羊姜啊，就是羊蛮筋儿的这个水是酸酸的。上面这个黑黑的，哎，这个呢有点像韭菜花，它是啥呢？这个东西啊，在当地叫做泽蒙啊，就是贼蒙啊，贼蒙油，就拿这个锅里头这个油，然后加这个贼蒙，然后一下子把这个油呛出来，上面一层这个油，然后再加底下这个腌的这个羊姜的醋，非常有特色，闻起来啊一股独特的香味儿。这个贼蒙啊，它是野生的，就在这黄土地上长的野生的，它这个学名叫啥呢？叫细叶酒。有时候这个羊啊也会吃这个细叶酒，所以当地这个羊肉啊就味道非常的好啊，或者是吃这个地椒啊，就吃这些啊杂草、野菜、野草啥的。陕西吃面呢离不了蒜啊，这还有泡椒，这还有腌的黄瓜，还有这个是蒜苗、葱花、香菜。我要的这个是荞面，它也有白面，然后也有这个杂面。这个杂面是啥呢？就是白面里头加了豌豆啊，豌豆粉。看这个面下出来也是又细又长啊，这个婆姨啊是又利又强。看这个里头也有肉，是土豆，还有这个羊肉丁。这个羊肉丁呢就是风干羊肉啊，这个汤太美了，足足的这么大一盆的臊子，这2个人我估计都吃不完。捞点稠的，然后再来点汤，哇，这个汤才是精髓啊。来到靖边吃这个面啊，一直都是自助的形式啊，就是往死不是啊，就是往饱了吃。那为啥是这样的形式呢？哎，这就要讲到这个老婆婆。这个老婆婆在几十年前就是创立这个品牌，就开这家店的时候，因为呢这是国道，有很多大车司机来这儿吃饭。那大车司机一般饭量都大，是不是？他为了关照这些大车司机啊，就是面也无限吃，这个汤臊子也无限吃。就是说您来我这店里啊，保管你能吃饱。先来点这个贼蒙油，还有这个醋。酸酸的，再来点这个蒜苗、葱，多来点葱，我爱吃葱。再来点香菜。你看这国道，一会儿过去辆大车，一会儿过去辆大车。这碗呢，咱先不加辣椒，因为后边还有第2碗、第3碗、第4碗、第5碗，管饱吃。看这个细细的荞面，配上这个汤，绝了。看着都好吃啊！先来口汤，哇，这个汤非常的有味道。首先盐很足，然后呢，这个汤很浓，就是肉汤。为啥非常有味道呢？因为要拿这个汤浇到面上，不能没味儿，是不是？这陕北人口味也重。哇！咸香滑嫩，还有点爽口，为啥呢？就是这个贼蒙油，这个醋。爱吃面食的就可以多吃点，这个荞面咱不怕，是不是？这粗粮，控血糖，啊，多种膳食纤维。哇，这个面我感觉啊，适合剥着吃。它这里头这个切成小丁的风干羊肉，比这个还要咸，所以说更有味儿。你看这里头，羊肉是陕北的，这个沙土地的土豆是陕北的，荞麦是陕北的，
这3样东西组合在一起啊，怎么就这么香？你看来到陕北吃饭有多实在啊！就这个泡菜，这个羊蛮筋儿，你给了你多少？这么大一碗，哇，酸，而且是那种爽口的酸。这个羊酱吃到嘴里头还非常的嫩脆酸，这就是解腻的啊。吃完这碗再接着续面，面都吃完了，臊子都没吃完。再来点汤，这碗咱来点辣椒油，拌一拌，加了辣椒，感觉更加的有食欲。吃这碗面啊，必须吸溜着吃。哇，这个辣椒好呛，又辣又呛。到了靖边，有一个地方值得一来，就是龙州镇的波浪谷。那为啥叫波浪谷呢？因为这是典型的丹霞地貌，看，太震撼了，非常的漂亮。哦，这底下还有水。这个桥呢叫做听瀑桥，为啥呢？可以听见水流的声音。这个波浪谷啊，面积相当的大，因为它就是一个地质公园，转这么一圈呢，得3-4个小时。好家伙，你看，从这儿转一圈，还要往里头转，咱慢慢转啊。哎呀，风景是不错，但是走了一会儿啊，有点热了。刚好呢，这有一个洞，哎，我感觉啊，这个洞里凉快。哎呀，这里边凉快，说话还有回音。这个洞非常的长。哎呦，看见外边这个光啊，我都舍不得出去了，因为里头凉快。
这个地方呢叫严家寨子，这有一个水面，它是天然形成的一个堰塞湖。你看对面这个山上这个石壁啊，有很多洞。那这个洞是干嘛的嘞？就是人啊以前挖的，在里头躲避战乱。但是也就是大户人家啊才能有实力挖这个洞啊。听说后来呢，让土匪给占据了一段时间啊，成了土匪窝子。好家伙，这回趟家都费劲，咱不知道是从上面回还是下边回。这你要是在网上买点家具家电啊，这谁给你送货啊？看它这个岩石啊，这种褐红色的颜色，你其实稍微一碰，它就会掉下来，因为它是砂岩。你看这地上全都是沙子，这个砂岩啊，还有它这个丹霞地貌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水冲积形成的，在1亿5千万年前啊，就是侏罗纪时期，这很多沙丘啊沾了水以后，稀释了很多水，在一起压缩沉淀，就形成了砂岩。这个砂岩呢，经过水流的冲击，上亿年就形成这样的。你看这样一道一道的，它全是水流冲击出来的。你能看到这些沙子，你看也都是偏红色的，就稍微发红，非常的细。可以这么说，以前的时候这片可能都是汪洋大海。那还有一种地貌和这个丹霞地貌很像，叫做雅丹地貌。那个呢，它是风蚀出来的，就是风吹出来的。这个雅丹地貌呢，基本上在北方比较多啊，更偏北的地方，你比如说像新疆、甘肃啊，它这个风比较大，它那个就地面比较平。比如说像这个新疆的魔鬼城就属于雅丹地貌，两个很相像，但是颜色不一样。这个雅丹地貌呢，它有各种各样的颜色。这个丹霞地貌呢，主要就是这种红色的。有一句话来总结啊，就是风蚀雅丹啊，流水丹霞。走到这里就是整个波浪谷最精髓、最经典的一个地方，叫做一线天。为啥叫一线天呢？就是两边这个石壁啊，突然收紧啊，就是一线天。进去看一看。哎呀，这真的是一线天！你看，就是一个缝儿。哎呀，咱这200斤不知道能挤进去吗？试试啊！哇，这里头好凉快！哇，这才叫波浪谷，这才有波浪谷的感觉。你看，像波浪一样，太漂亮了！哦呦！哇，哎呀，这得挤着过，这把包卸下来，拿这个 S 型这么过，这爬起来了。这胖点的人啊，还真有可能夹到这儿，但是呢，你胖点啊。我也推荐进来，为啥呢？能减肥。咱夹在这儿呢，咱就不要动了，是不是？这饿他10来天了，肯定瘦，瘦了就能过。尽量，哎呦，尽量咱不要拿这个手碰它，因为这都是天然形成的，这碰了就会或多或少有点损害。真漂亮啊！哇，前面这个更窄。哇，这才叫一线天。哎呀！哎呀，来这儿拍照绝对出片儿，漂亮。这个角度拍照绝对漂亮，凹个造型啊！我要瘦。
来到陕北品尝美食啊，有一个美味千万不能错过，就是大烩菜。在陕北地区啊，那很多地方做大烩菜都很有名，比如说榆林市区的大烩菜，还有神木的大烩菜啊，还有金鸡滩大烩菜，还有靖边县的杨桥畔大烩菜。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就是杨桥畔本畔啊，它是一个镇啊。为啥这个小镇啊做这个大烩菜很有名呢？就是因为靖边县它这个地理位置啊是位于黄土高原还有毛乌苏沙漠交接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说呢，自古它就是交通要道啊，不管是做生意还是赶路，你要往西边去，都得经过这儿。比如说去新疆啊，去宁夏、去甘肃等等等等。你看现在啊，这也是一个交通要道，而且这个小镇呢，它位于明代长城的脚下。咱今儿呢吃这顿大烩菜啊，咱就不在杨桥畔本畔了。为啥呢？就因为我打听了一下，我身后这家店做的不错。那我几年前啊来过靖边。我也吃了这儿比较有名的王虎城还有王虎林家的这个大烩菜，给我印象很深，我觉得味道很棒。尝尝他家如何？这是个30年老店。来，大烩菜是酸菜的是吧？对，酸菜一般酸菜的多点。不分大小份的。一个人是半份，两个人是1份。这个是一份的是吧？对，1份的。哦，还有大烩菜。给我们来这个1份的酸菜的，再来一个。这个猪排骨是吧？排骨是碗排的。一碗的，行，来个这个，来个好的。这个饼有没有？饼有烙饼。来个烙饼。来个烙饼啊。再来一碗饭。好，菜上齐，开吃。哎呀，这个大烩菜啊，是我来到陕北啊心心念念的美食。酸菜，然后粉条、土豆、排骨、猪排骨，这是一个烙饼，这是纯纯的一碗肉。这个呢是肉汤啊，这还有这酸菜，还有这个葱花，搭配个凉菜，还有蒜，这一套就是齐活。这是一个大份的，够2个人吃，2、3个人吃吧。你看这个分量有多大，肉非常的多，猪排骨。这些食材啊，它是先放在炒锅里头，加入一种秘制的酱，先炒完之后放到高压锅里这么一压。在当地啊，有一句说头啊，就是猪肉不辣，羊肉不酱。啥意思呢？就是猪肉不放辣椒，这羊肉呢，人家不放酱油。你看这个里头就没有辣椒，但是啊，非常的香，这就是陕北的特色，陕北的味道。哎，这就是酱排骨啊。我知道为啥它要在这个高压锅里压一下了。看起来啊，感觉肉应该是柴的，其实非常的嫩，把这个汁水都压进去了。这是带骨头的，这是排骨。哇，太香了！你就嗦骨头上这个汤汁，这个油水啊。酱香味非常的浓，虽然不辣，但是呢，人家酸，有这个酸就够了。这都是自己家秘制的这种泡白菜、泡菜。好吃。在缸里腌的这种酸白菜啊，真的好吃。它这种酸味啊，不是那种特别冲。
酸香酸香的。还有这个土豆，这个土豆啊，吸收了这个汤汁的味道，吃起来绵绵沙沙的。我来到靖边啊，我最近发现啊，跟我前几年来啊吃这个大烩菜啊，这个方式不一样了。为啥？我发现很多当地的人啊，就是要一碗肉汤，然后要一碗肉，都不吃这个烩菜，然后呢就把这个肉汤浇在这个米饭上，看这浓浓的排骨肉汤，酱汤泡饭，再盖上几块肉，啊，就这么吃。哇，这个汤好咸，咸咸的，泡米饭正合适。哇，这汤绝对是下米饭神器，这往上一浇，本来2碗就够了，真的来4碗。如果你吃米饭不过瘾啊，你喜欢吃饼，哎，这还有烙饼。烙饼怎么吃呢？夹起来，哇，非常的糯，往肉汤里头这么一泡，再来一块，一定要给它泡透，把这个饼一定要泡透，多泡一会儿，吸收这个肉汤的香味儿。哎呀，本身这个饼啊，我看着就很好吃了。再泡上这个汤，要了亲命了，真的必须亲命认证。我感觉这么吃啊，比这米饭比烩菜都好吃。想要解腻，咱有泡菜，都吃了吧。我原以为啊，这个肉汤泡饭啊，我得多吃几碗米饭啊，现在啊，我得多加2张饼。你就看好吃不好吃。这个饼呢，本身是现烙出来的，很有筋道，筋筋的，表皮也酥酥的，再这么一泡，香。好吃的都不知道吃哪个了。这个饼先留着啊，拨点蒜，这配上蒜吃。哇，这还是新蒜。香惨了。这个陕北的大烩菜啊，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最早的时候啊，陕北这个地方，它吃的是这个酸菜熬土豆，再加点粉条，为啥呢？就是跟这个地理气候有关系。到了冬季的时候啊，它没有什么新鲜的蔬菜，就跟比如说以前北方啊，大家都会老听说，就是冬储大白菜啊。啥叫冬储大白菜呢？就冬天的时候把白菜放起来，这个白菜呢，也能储存很长时间了。就冬季主要就吃这个白菜，人家呢就拿这个缸，然后一腌，腌完之后呢，就和这个土豆还有粉条这么一做。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啊，吃这个加肉的，为啥？因为逢年过节啊就要杀猪，杀了猪以后呢，才会有肉，才会有排骨。这个呢，你看啊，很像东北菜，是吧？和这个东北的铁锅炖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呢，它这个汤更少一点。为啥和这个东北的铁锅炖有异曲同工之妙呢？就是因为啊，它其实就是一种东西啊。东北这个铁锅炖咋产生的？也是因为天太冷了，做饭也不方便，是不是？啊，大伙儿呢就拿个铁锅这么一炖，啊，够几个人吃，这个也是一个意思。其实啊，这里头这个土豆粉也好吃。只不过其他的太好吃了，抢了风头了。但是呢，你如果比较爱吃这种粉条类的啊，这个土豆粉绝对推荐。吃了半天啊，都太激动了，太着急了，还要把这个葱花撒在上面，再这么一拌，葱花提味儿的。
给这个勺子也有用处，一勺子下去。